同学，你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最近的情形都好吗？你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最近的状况吗？最近每天醒来，觉得身体好累哦，好像前一天都没有睡着一样，什么事情都不想去做。早上醒来，只想躺在床上，课也不想去上。同学叫我去吃饭，我又不会饿，干嘛去吃啊？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得来的，觉得自己变得很无聊，变得很没用，想什么事情好像都想不出来，觉得自己是变得很没用啊，人生变得好难哦，好痛苦哦，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哎。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位同学对自己状况的陈述会让我们怀疑他很可能是有这个忧郁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他讲的，不管是身体的状况，或者他里面思维的这个想法等等那么在这一节，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谈一下忧郁症以及双向情绪障碍症，就是 depression 跟这个 bipolar disorder 那么忧郁症有的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主要的这个忧郁症就是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人在成长的一生当中，其实大概不管从年轻的时候到年长的时候，或是到年老的时候，其实大概都会有机会经验到这种所谓忧郁这样的一个时段但是如果这个时段变得非常的长达几周而一直没有改善的话，当然可能我们就是可能是真的有忧郁症的这个问题那么忧郁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全球的世界的这个现象甚至在联合国的统计里面，全世界的人口可能有3到4亿的人会 suffer 这样的一种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你也可以讲是文明病里面很大的这个一宗了所以主要的忧郁症指的是当事人有一个或者是多个这样长时间的感觉到这个忧郁，但是并没有所谓躁症的这样的一种发作的这个病史那另外这个双向情绪障碍症就是 bipolar disorder，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 manic depression disorder。那这样的这个患者呢，他是会在一段时间感觉到非常的 down， 非常的忧郁。那另外一段的时间呢，他就非常的躁，非常的亢奋，好像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他都可以做得很好等等。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呢，他可能又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状态所以这种双向的情绪障碍者是在所谓忧郁非常向下沉沦的这样的状态，跟这个所谓向上非常躁的这个状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替的这个情形我们讲的这个忧郁症就是说它如果症状严重到干扰你的正常的这个功能，而且一次持续数周的时间就会变成一种所谓的我们讲的忧郁症就是这个疾患在一般的这个人口里面大约是13%所以大概就是7、8个人里面，大概就可以期待会有一个人是罹患忧郁症那么在各国之间的统计呢，大约是6% 到20%那么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我们期待可以看到几个在不同的面向上面它会出现的这个症状一个是比较情绪上面，你会觉得非常的悲伤，非常的 down然后对于这个原来喜欢做的事情都再也没有这个兴趣去做，我们把它称之为情绪上的失乐症英文词称之为 anhedonia 原来 hedonia 是愉悦快乐的意思an 就是它的反义词是失乐症。那么在认知的层面上，你很可能有很多负面对自己的看法，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无望然后不太能够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记忆常常有混乱的这种情形。那么在动机的这个部分呢，你常常会觉得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劲来，非常的被动如果人家不去，朋友不拉你一把，让你要
出去玩或者吃饭，你都不想要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在身体上面，你就是觉得这个自己的胃口掉得很厉害，然后睡眠上面也有一些困扰，睡得不好，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困扰或者经常感觉到疲惫等等所以在这种情绪的部分，在认知的部分，在动机的部分，在生理上的反应，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忧郁的这个症状另外，我们讲到这个双向情绪障碍，就是 bipolar disorder。bipolar disorder 除了有刚才讲的这些忧郁症的各种症状，当它处在忧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一个 phase 的时候但是呢，等到它平复了，然后它又跳到这个所谓比较躁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整个或者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就变了这个人变得非常的 energetic， 非常的精神旺盛，非常的热情，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然后对自己充满了有一点超过平常应该有的这种自信的程度，然后说想要做什么样伟大的事情，有很大的很夸张的计划，那么为了要让这些计划能够实现呢，他都不想就是不眠不休的可以这样去做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个躁症，这个躁症过了之后呢，他可能又一段时间又掉入这个忧郁所以他这个上下摆动这种高低起伏的这个落差非常的这个大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怀疑他可能是有这种双向情绪的这个障碍就它的发生率来讲至少在美国的统计成人那个里面大概只有不到2%的这个成人人口会有这个 bipolar， 它远比 depression 要来的这个低所以在美国的统计，21% 的美国的女性成人的女性，还有这个13% 成人的这个男性他都会经历到这个忧郁症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 bipolar 呢只有少于2%所以这个差异是蛮大的那么从这个病理上的观点我们先看从这个生物学这种基因的遗传这个角度，如果说你自己的一等亲里面有这个所谓 bipolar， 就是双向的情绪的障碍的话，你自己可能会有产生这种双向情绪障碍的几率也会高于一般的这些人口5到10倍之多那另外这个我们对于双向情绪障碍的这种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的这个研究也会发现，双胞胎那么如果有这个 bipolar， 就是其中有一个有的话，那另外一个会有的几率也比一般的人口高达45到75倍之多。所以这个 bipolar 它有一个很强的基因的 component， 那 depression 呢大约是2到4倍之多那也意味着它有一个很强的基因遗传的这个成分那么在神经的这个传导介质上面，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这些所谓单胺类的这些传导介质包括norepinephrine 就是正肾上腺素，或者是 serotonin 这个血清素，或者是 dopamine 这个多巴胺。那这几个重要的单胺类的神经传导介质，在这个忧郁症或者是双向的这个情绪障碍的人他都有一些异于这个常人。那这些异常的情况这些这个传导介质都跟我们情绪调节的脑区，譬如说这个下丘脑 hypothalamus 的部分都有关的。所以我们常说这个 depression 或者是 bipolar， 它是一个 affective 或者是一个 mood 的这个 disorder 跟情绪的调节非常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脑造影的研究也让我们看到，通常这种忧郁症或者是双向的这个障碍的人，他的前额叶，尤其是他的扣带回的部分，有这种萎缩，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代谢的活化程度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相较于这个正常人。那这个通常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些比较边缘系统管情绪的区，它可能活动很大的时候，你却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前额叶来去调节或者是来去抑制这个过分活化的边缘系统的这些功能那么从认知的观点知名的研究忧郁症的心理学家Aaron Beck 他就说，大概我们可以看到3个面向。一个就是说，忧郁症人对自己持的非常多负面这个想法，那么他在自己现在的这些经验也有很多
做这个负面的这样的一种评价哈，对于未来也抱持了比较悲观、不乐观、非常负面的这些期待哈。那另外一位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也提到说，忧郁症的人比较会把很多事情都归诸于在自己，因为自己有一些不好的这些倾向哈，那么这样子内在又是都归诸于自己的这种想法呢，也会导致这个忧郁症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有研究显示出来说，在这个大学生里面如果说他自己有比较负面的这种认知的形式这种形态的话，他相较于比较一般的这个同学我们发现他几乎有高达7倍的这个几率可能在他这个大学生活中会经历过这个忧郁症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认知上面这个 rumination 就是反刍，就是不断的把这些负面的东西想起来，又再去想它，又去联想等等这种认知上这种反刍它不仅是忧郁症本身的一个症状，还很可能会更进一步的有点造成恶性循环的效果，让你自己更深陷入这个忧郁不容易这个脱离出来这是从认知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忧郁症的这些情况最后就是谈到这种人际关系的这个观点那通常在忧郁症的人会发现他会非常依赖他人的支持跟意见，随时的需要别人的对他的肯定，才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而相对的，我们看到这种所谓双向情绪障碍的人，通常他在面临到生活上的一些压力的事件的时候，或者他的这个行为跟他在家人的这个互动经常会发现，通常家人不是非常的支持他，通常是非常对他很有批判性，非常的这个敌意，或是夸张他家人对他的负面的看法。那这些都会促使在双向这障碍的在面对一些生活压力的事件的时候，就可能掉入到这种bipolar这种躁郁症的这个情况。